杨受成卖金砖套现1个亿，是真缺钱，还是黄金的牛市要到顶了？英皇娱乐酒店大堂里的78块黄金地砖，让人踩了快20年的黄金大道，一夜之间被撬了个精光，不是装修，是卖了。整整79公斤的瑞士纯金金砖卖了将近1个亿港币，消息一出，网上炸了锅。有人说，以前去酒店是脚踩1个亿，现在是亲眼见证1个亿消失。更多人心里嘀咕，杨老板这是多缺钱啊，连酒店的门面都拆了卖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这笔买卖到底是82岁的杨老板走投无路的割肉求生，还是他看准黄金高点的又一次精明逃顶？咱们先撇开债务，单说卖金砖这事儿，杨老板这笔买卖做的是真不赖。时间倒回2006年，澳门英皇娱乐酒店开业，为了在博彩业里打出名堂，搞了个极度奢华的黄金大道，78块金砖铺地，花了大约940万港元。在当时，这纯粹是营销噱头，是营造挥金如土氛围的豪华装修。谁曾想20年后的今天，金价一路飙涨，这一批金砖竟然成了压箱底的优质资产。今年2月4号，一卖作价9970万港元，扣掉杂七杂八的成本，净赚差不多9020万，翻了快10倍。这笔钱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，对于英皇娱乐酒店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更是雪中送炭。他最近2个财年都在净亏损，合计亏了超过3亿港元。酒店自己也说了，反正博彩业务去年10月也停了，这金碧辉煌的风格也用不上了，趁着金价高赶紧变现，还能每年省下几十上百万的保安费和保险费。对一家连着亏钱的酒店来说，这笔横财太及时了。可问题是，如果集团财大气粗，何必急吼吼的卖这点装饰品呢？这迫不及待的变现动作，难免让人把目光投向杨老板商业版图里那个正在着火的后院。卖金砖的小聪明掩盖不住英皇集团遇到的大麻烦。杨受成的商业帝国，大家熟知的是英皇娱乐，捧红了谢霆锋、容祖儿一大批巨星，但他的商业根基其实是地产和金融，麻烦就出在房地产上。他旗下主要的地产上市公司英皇国际日子非常不好过，从2020年开始连续6年都在亏损，加起来亏了超过138亿港元，光是上一个财年就巨亏了47.43亿港元。亏钱还不是最吓人的，去年中一颗大雷炸了，英皇国际有166.05亿港元的银行贷款逾期了，简单说就是到该还钱的日子了，他还不上。166亿是什么概念？很多上市公司整个公司卖掉都不值这个价。消息一出，公司的股价立马暴跌。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根子在于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变了，写字楼空置率高，商铺没人租，英皇手里那些物业的账面价值不停地往下掉，导致公司财报上出现巨额亏损。更要命的是，公司前2年市场已经不太好的时候，还在高价买。比如2024年花了19亿买的中环公寓，出租率还不到40%，收来的租金连贷款的利息都还不上。这就好比你自己借钱买的房子，租出去的钱还不够还月供，每个月都在倒贴，压力能不大吗？面对166亿的债务大山，卖酒店金砖这1个亿，就像拿个小水枪去救森林大火，根本不管用。实际上，杨老板早就开启了吐血大甩卖模式。香港核心资产打骨折，位于香港黄金地段的维港丰商铺，叫价从2.4亿一路降到9288万才卖出去。广东道的项目也只卖了7980万，这价格基本是腰斩再腰斩了。海外资产也保不住，就连在英国伦敦牛津街的著名写字楼，也以大约1.1亿英镑的价格被匆匆卖掉，被外界形容为腰斩价。这种卖法，明眼人都知道是撑不住了，为了赶紧拿现金救命，亏多少都得认。公司自己也承认，正在和银行拼命谈重组，未来还得靠继续卖物业和收租来凑钱还债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他家的英皇娱乐那么牛，明星们赚那么多钱，不能拿来填窟窿吗？现实可能要让您失望了，娱乐业务虽然风光，但在整个英皇集团庞大的商业版图里，它其实是个小弟弟。英皇的电影是投过《红海行动》《长津湖》这样的大爆款，但自家传统的港产片近来票房有点乏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整个文化娱乐业务，包括电影、音乐，对集团的利润贡献大概只占5%到10%。
指望这点利润去填地产那个几十亿上百亿的窟窿实在不现实。但反过来，集团的财务危机却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娱乐板块。有传言说英皇旗下的艺人们工作安排的更满了，比如一向比较佛系的谢霆锋近年来罕见的开了全国巡回演唱会，容祖儿也被传要参加一些现成的拼盘演出。虽然后来容祖儿回应说对公司有信心，老板杨受成也说问题不大，但老板缺钱的压力多多少少会传到下面每一个员工身上。咱们把卖金砖这事儿往深了扒一扒。第一，这反映了香港一批老牌富豪正面临共同的困境，他们的财富积累于香港地产的黄金时代，习惯了借钱买地坐等升值的高杠杆模式。当经济周期转向，楼市下行，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。杨受成的危机不只是他一个人的，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第二，这暴露了业务偏科的巨大风险。英皇集团业务看似多元，但真正压舱的也最拖后腿的就是地产。当核心业务遭遇行业性衰退，其他业务再光鲜也无力回天，这就叫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第三，也是最引发猜测的一点，杨老板在这个时间点卖黄金，是不是觉得金价到顶了？国际金价确实在高位徘徊了很久，像他这样把一块带有强烈品牌印记摆了20年的镇店之宝都果断变现，除了应急，或许也代表了一部分顶级玩家对资产价格的判断。现金有时候比资产更安全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这个财经八卦更像一堂生动的风险课。第一，别只羡慕人家辉煌的时候，也得看看人家背后扛着多大的压力。第二，投资千万别把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，尤其是那个篮子还绑着高杠杆。第三，有时候灵活的小聪明能救急，但真正想翻身，还得靠解决根本问题的大智慧。这场危机对于经历过1983年破产又东山再起的杨受成来说，或许只是又一个需要翻越的山头。只是已经82岁的他和这个变化太快的时代赛跑，时间还够吗？我们一起期待他下一次东山再起。关注财阀，带你吃瓜式看财经。